心灵是我们的作家，生活是心灵的舞台，探索心灵的无穷力量，让智慧与爱充满能量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定期更新，希望影片的内容你会喜欢。包容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是我们在一段关系中常常面临的挑战。每段爱情关系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缺陷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去处理，或者是去接受这些不完美之处。我们应该放眼于长远的生活重心，回顾关系中彼此的价值观，从心灵上思考这些不完美是否真的那么重要，或者说是否值得我们去容忍。对于那些不怎么重大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学会以宽容的心态去接受它，并将注意力放在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其实讲白了一点，每个人都没有完美的，我们需要接受自己和伴侣都是不完美的人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弱点和缺点，这是人类生命出生下来的基本常态。学会接受彼此的不完美，以及我们自己所不足的地方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包容对方。在一段相处关系上，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差异，并以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完美。了解对方的背景、价值观和个人经历，不要对于伴侣设定过高的期望，因为这往往会为自己带来失望和冲突。学会适度的调整自己所期望的，并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，寻找彼此相处的平衡点。当我们关注对方的需求和感受时，更容易包容彼此的不完美。心灵关爱和支持在爱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互相给予鼓励和支持，一起面对挑战，有助于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一起成长。当然也需要学习宽恕和放下。在爱情中，矛盾、错误和失望都是难以避免的。学会宽恕对方并放下过去的错误，保持宽容的接纳心态，这样对双方关系更能增温。大家要永远记住，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情，也没有完美的伴侣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接受不完美来努力改善自己对爱情的憧憬，并珍惜每一段得来不易的感情。在爱情中，沟通是化解生活中双方产生摩擦和争执的关键。透过有效的沟通，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心灵理解，增加信任感，并寻求共同可以接受解决的方案，来有效改善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。把心灵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沟通环境，让自己营造出一个安全、非评判性的空间，让彼此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想法、自身的感受程度和期待需求。保持开放的心胸，能够倾听对方说的观点，诚实地面对任何问题来沟通，但要避免掉任何情绪性的攻击言语和指责，否则问题一样存在，无法解决掉。沟通不是只有我讲你听，或是你听我讲，而是要懂得把问题提出来讨论，同时也要学习聆听对方讲的话。好的倾听才能够真正理解对方想表达的意思。当然，自己也需要给予对方足够的聆听空间，让他可以专注且真诚地理解自己的观点，并从中得到对问题更好的共鸣，也可以更好地回应给对方。在沟通过程中，情绪难免可能会比较激动一点，我们应该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，避免太多的情绪化反应在里面。有时候如果感到情绪上来时，可以先暂时停下来，让双方都有冷静的时间来处理情绪。要学习如何为自己的情绪找出口，这是在沟通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。别让情绪来主导你的沟通，这样不止不能将问题好好解决，反而还会越弄越糟糕。所以在情绪管理上一定要多加注意。当然有时候即使我们尽了力去沟通，仍然难以解决双方困扰的争执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寻求专业辅导或心灵治疗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专业人士可以提供中立的观点和有效的沟通工具，帮助改善沟通之间存在的问题，这样更可以快速找到解决困扰的方法。在爱情里，我们常常需要学会如何将对方的优点放大来看，同时看待对方的缺点时，要多用包容和理解的心态，这样在相处的关系上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对方缺点，降低影响双方负面关系。不管是谁，一定要记得，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优点上，激励自己去认识和欣赏对方的优点，这需要我们学会放大对方的优点，将其视为他们独特的特质，
并感激对方为自己带来的价值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，好好的去了解对方的想法、感受和需求，即使表达对方的优点，也要懂得去赞赏对方的努力，同时以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对方的缺点。可以透过沟通，让感情得到更好的互相理解和支持，以实现更和谐的相处。要学会放下过去所经历的过错，过去的事情不应该成为未来对对方的评判和期望的基础。要学会接受和原谅对方的过错，并相信对方有改变和成长的能力。这需要我们自己摆脱对过去的负面印象，并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对方。在感情生活相处中，鼓励对方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同时提供情感和心灵上的支援，透过相互的支持，这是培养双方感情很重要的因素。当双方有共同的生活目标时，将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的共同之处，而不是过于在乎对方上的缺点。彼此鼓励打气，一起持续学习成长，共同探索新的事物和经历。这样的努力更容易帮助双方理解彼此，有助于让感情能够处在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相处模式。在爱情里，你要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幸福，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它也可以是一种心灵信念，了解自己的价值，为自己建立起信心，相信自己是个独特又有价值的人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才华，也学会珍惜自己，相信自己配得上一段美满的爱情，接纳自己过去的经历。这过程可能包含了失败、心碎或受伤，但这些经历不应该成为你相信幸福的障碍。如何学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，并转化为更强大的自己，让过去的经历不再是限制你对未来的信心。在感情上尽量和积极正面的人认识，这样可以增强你对幸福的信心。这些人能够给你鼓励，支持你，也许还能够提供好的爱情模范给你参考。但你应该避免少与负面的人交往，因为他们散发出来的讯息可能影响你对爱情的信心和幸福感。你也要学会爱自己，常给自己所需的关怀和照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保健、心灵上的情感，以及追求自己的兴趣。当你懂得如何对待自己好一点，你会更有信心去寻找一段幸福的爱情。相信爱情的可能性，保持对新机会的开放心态，不要让过去的经验或恐惧阻止你寻找幸福。信任在两性关系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元素，学会相信自己识人的判断能力，同时也给予对方相信和尊重，对双方好的关系都有提升作用。爱就是一种互相给予和接受的过程，相信自己有能力给予爱，也一样相信自己配得上别人的爱。这种爱人和被爱的能力，可以让自己在爱情中懂得付出，而不是一昧的接受，相对也可以从付出过程中得到更多对方的回报，不管这过程可能会遭遇到挫折或失败，这些事都不应该动摇你对幸福的信心。从每一次的失败中去学习，转化为更好的自己。要相信每一次失败都是向幸福靠近的一步。在爱情中，我们遇到了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但我们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应对，以实现爱情的和谐和幸福。我们需要学会包容爱情中的不完美，接受彼此的缺点，并寻找对方的优点。这需要我们拥有更宽容和理解的心态，并学会将对方的优点放大，尽可能的缩小看待缺点。沟通在化解摩擦和争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，建立开放和诚实的沟通模式，可以帮助我们表达需求和心灵上的期望，理解对方的观点，并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。同时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，也是维持爱情和谐的关键。相互尊重和支持彼此的梦想和目标，共同探索与成长，有助于建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。此外，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能够获得幸福，这涉及到肯定自我价值，接受过去的经验，保持正向思维，投入自我成长，相信命运，培养希望和乐观，并给予爱和善待他人。这些方法和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对自己能够获得幸福的信心。在爱情的旅程中，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，配得上幸福的爱情，并持续追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无论遇到多少挑战难关。这些信念和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积极的态度，让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。好了，到了影片的最后，今天跟你们谈论和分享的主题就到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觉得影片内容有帮助到你，
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见。